结束了。中国大级别拳坛又杀出一只猛虎，3秒6拳，瞬间斩落外国悍将，彻底震惊全场老外。其实今晚不管对谁，我都是一样的对待，很平静、很冷静的去完成我应该做的任务。好，观众朋友们，正在出场的选手没有错，他正是巴西悍将里贝罗。好，这个家伙看起来面相就很凶狠，我们中国很讲究看面相，这个家伙看起来绝对是个狠人。没有错，这个里贝罗的生涯战绩非常的恐怖，15战15胜，并且全部都是终结，而且其中有5场比赛是首回合终结对手。你可以想象这个家伙的终结能力，他的重击能力啊有多么的恐怖，有多么的吓人。赛前在接受采访时，里贝罗也表示说呢，绝不会让张明阳成为下一个中国冠军，100%会想尽一切办法终结张明阳。好，我们注意看红色国旗，这就非常兴奋了。而且我在张明阳的身上，观众朋友们看到了真正属于冠军的一个气质和气势。哇，这种感觉真的是与生俱来。我们注意看张明阳非常的淡定，现场观众人山人海，多达6万多人。但是你感觉张明阳的话是完全不为所动，这和张伟丽出场的感觉是非常像的啊。所以说我认为张明阳极有可能成为继张伟丽之后下一个世界冠军。好，这场比赛有意思的是，张明阳的战绩也很恐怖啊，18战18胜18场 KO， 其中包括17场首回合终结。你没有听错啊，张明阳经常在首回合用重拳 KO 对手。所以说这场比赛2名选手可以说是针尖对麦芒，2名选手全部都是全胜的战绩，并且终结率高的吓人呐。好，注意看，比赛已经开始，红色战袍便是中方选手下山虎张明阳，黄色裤衩巴西选手里贝罗。好，注意看了，2名选手都是大重磅级别啊，所以说体型都很壮。好，但是注意看这个里贝罗的胳膊，哇，我感觉他的胳膊要比大腿还要长啊，观众朋友们。好，一开局的话双方都很稳，这个气氛的话是有一些稍微沉闷啊。好，小心对方一个前刺。哦，注意，哇，对方这个长距离的杀伤力非常的恐怖，而且我能明显的感觉到里贝罗现在的状态是要比张明阳放松的，因为这个比赛是在国外打啊，张明阳的话是客场作战。双方这波换拳，刚刚我以为要 KO 了，因为这2名选手的终结率和 KO 率啊都是相当之高。那么赛前我们也说过这一点了。惊人的，漂亮！前排打中，他赢起来了，这个是完全是之前预测的。这场比赛张明阳在臂展上的确是非常的吃亏了。好，注意看张明阳在叫裁判啊，对方是有插眼的动作，而裁判没有叫停，不叫停直接 KO。哇，再补3拳，对方插眼，裁判没有叫停，但是张明阳呢是一只眼睛打翻了对手啊。太恐怖了！我看对方是摊开了双手，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精彩回放究竟是怎么回事。前手后摆，再来一个前摆，打倒之后1拳、2拳、3拳。我们看张明阳的这个偏头非常好，躲开了对方的每一个中线进攻。好，观众朋友们不要走开，因为接下来张明阳的第2场比赛更加精彩，对手更为强大。我们注意看，对手是个大胡子，一看对方的作战风格啊，肯定会非常的彪悍。没有错，这场比赛张明阳的对手呢，也是一个拳坛超级重炮手，6场比赛其中有5场是 KO 对手，和张明阳也是对上了啊，又是2个终结率极高的选手啊，上来以后就压制张明阳。对，图克斯还是更加主动一些。张明阳出腿的时候还是要小心自己头部。一个重击打中了，漂亮！再来一个，上去补伤害，又1拳，4个重拳，攻到身边。张明阳现在他主动去抱，可以离开一些啊，可以拉开一点距离，这样的话给了对方一个缓的机会。没错，张明阳的确在缠斗上我们看并不占优，是3份的有大量的缠斗系选手存在，所以他们的训练应该不缺。好，观众朋友注意看，双方选手身上已经有血了。这个比赛开始还不到2分钟的时间，观众朋友们，这就是大重磅级别选手的杀伤力。好，我们注意看图克斯想要压制张明阳，这个并不轻松啊。张明阳虽然说地面实力一般啊，但是防爆摔做的还是不错。
张明阳和我们中国的著名选手啊，世界冠军唐海同出一个俱乐部，所以说两个人平日里的训练非常多，战力水平啊都很强。中了一肘，一拳，张明阳低头冲过去，又中了一拳，中了2次右手了，连续的被打中啊！张明阳还是要先稳一下。对，图克斯刚才的前手左手的直拳也打中了张明阳，张明阳破架。对。张明阳现在有一些就是跟对方换拳啊，这种非常热血，前手但是还是要注意防护好自己啊，手要拿高一点。是。那么希望张明阳能够在更少的吃到伤害啊，不要受再中一拳。对。后手的直拳，两个人打的是白刃战。因为对于亚洲的大量选手来讲，这个机会太难得了。没错啊。虽然经历了一些困难的时期，但最终这场比赛还是成型了。没错。点肘，后手直拳。张明阳还是信心是非常足的。手拿得更高一点会更加安全一些。实话说，在大级别里边，我们极少能看到如此激进的中亚选手。没错。而且张明阳的前手两个摆拳，不光是打击的穿透性更加有力，那么另外一方面，他的这种耐力表现出的也非常不错啊，包括这种意志力。漂亮！刚才的那次后手已经晕了。对，在倒地过程当中已经是失去意识了。好，观众朋友们，本场比赛精不精彩，刺不刺激啊？比上一场还要凶残。沙山虎张明阳最拿手的绝技就是补拳，对手倒地之后绝不吝啬自己的重击。好，那目前为止张明阳的胜场当中啊是100%的终结率啊，这实在是太恐怖了。好，注意看后手重炮打晕之后，1拳、2拳、3拳、4拳，最后再入第5拳。如果这裁判再晚那么一点点，我觉得对方啊有可能会被打死啊，这个真不好说呀。好，再次恭喜我们这位新兴大重磅级别选手张明阳获得比赛胜利，同时非常感谢屏幕前你们的收看与支持，咱们下期视频再见。美国黑金刚在踢断少林武僧手臂之后，竟然公开跳舞挑衅，中国小伙冲上擂台，连砸30多拳，将其打到狗血淋头。好，那这场比赛，观众朋友们为你带来的是一场非常精彩的中美对局。中国小伙野狼保银仓对战美国黑金刚森巴库利巴利。好，那想必赛前你也看到了，对方的森巴一脚踢断了我们少林武僧的手臂。然而他非但不道歉，而且还侮辱我们中国人是东亚病夫，胳膊和手臂都是豆腐做的，一踢就碎。而且他还跳舞来挑衅我们。哎呦，观众朋友们，又到了每日一刻的这个看美女时刻。虽然说在中国打比赛啊，这质量也不低。对方的森巴打法很猛，而保银仓呢很年轻。哎呦，观众朋友们，我先擦一下口水啊。好，我们书归正传啊，这场比赛呢，保银仓也是为了给少林武僧来复仇啊，那同时也是看不惯对方这个美国选手森巴嚣张的态度和他跳舞的这个状态啊，确实很生气。好，比赛开始了，红方选手保银仓，蓝方选手森巴库利巴利。双方一上来的火药味还是非常的浓。保银仓从侧面上来看，整体的身高呢还是有着一个比较大的优势，而且小很年轻啊，22岁。现在双方回到了擂台的中央，保银仓啊，加油啊！我们都非常期待今天晚上中国战队的第1场胜利。之所以保银仓被称为野狼啊，正是因为他的打法跟风格啊，就像一头狼一样。森巴库利巴利是29岁，应该说是处在职业生涯的当打之年，身高173公分，9胜3负。保银仓一上来的话，整体势头还是非常猛的啊！哎呦，这里什么情况？我的天哪！对方的森巴被打懵了。不断的锤击森巴库利巴利，保银仓有机会，裁判会不会判 TKO 呢？现在裁判还没。这时候，观众朋友们，您可以数一下保银仓具体打了多少拳？20秒。好，裁判是看不下去了，怕这个森巴呀死在擂台上，赶紧是终止了比赛。热潮。
啊，刚才又是一记非常精准的前手拳，击打到了对方。刚才这一记后手重拳。我的天哪，观众朋友们，这个森巴被打的只能是抱头防守，几乎是没有任何反抗的空间啊！这个包银仓今天真的是来势汹汹。好，第一回合还剩1分钟的时间。哎呦，这拳又打晃了，又是上位连续的重击。包银仓不给对方森巴任何喘息的机会。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对方的美国选手森巴已经是完全没有了赛前所嚣张的气焰啊，他被包银仓啊打服了。哎呦，这又是什么情况？最后的半分钟，对方已经站都站不稳了，但是包银仓呢仍然是不打算放过对手。好，目前为止已经是3次击倒了。那如果再一次包银仓啊，要是能够在最后的20秒击倒对手1次，那么比赛直接就可以获胜。很显然，包银仓就找这个机会。我的妈呀！对方的森巴连2人转都扭起来了，可见包银仓的这个重拳啊，确实能够让人这个昏厥。好，比赛第一回合已经结束了，确实很精彩。包银仓啊，野狼的这个外号果然不是白叫的，打的确实很凶狠，像一条狼一样。好，那第一回合整体的表现上来看呢，可以看出两人的差距啊，这真不是一丁半点啊。包银仓是完全碾压对方的美国黑金刚森巴。对手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啊，出拳次数不超过10拳，而包银仓呢连砸了上百拳。好，这里稍作休息，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双方第2回合的一个精彩的表现。好，第2回开始，看看包银仓能否继续第1回合的火热状态。好漂亮，这个接腿。2人的这个整体实力水平啊，还是有差距的。对方的森巴呢，27岁啊，也不老，正属于当打之年啊，应该属于一个拳击手的巅峰时期。好，双方的近身缠斗。我的天哪，包银仓的力量很足。而且，观众朋友们，我们从侧面上来看啊，这个森巴的屁股，观众朋友们很肥啊，比包银仓的大上很多。对方想摔。包银仓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防守。那今天在防守上确实有点疏忽了，因为在前面打得比较顺。包银仓是用自己的肘来砍对方。现在现场情绪的现在现场观众的情绪也是非常的高昂啊。确实，第2回合已经过去了半回合的时间。哎呦，这一拳直接打晃了，这什么情况？包银仓今天完全就是奔着 KO 对方森巴去的。就是这样摇摇欲坠，但是森巴库利巴里还是能够挺住。我们觉得他的这个意志力还有抗击打能力还是相当不错的。包银仓呢还是打得保守了一点，我们觉得他应该乘胜追击啊，暴风骤雨般的拳头来招呼对手啊。好，这是前手拳又是破防了。
可以看到保银仓的势头还是很猛，但是这场比赛还是要小心啊，因为这个在前面的时间啊，那保银仓所耗费的体能还是比较大的啊。如果不能 KO， 那这场比赛第3回合可能是有一些问题。保银仓最后的10秒钟还在找机会，哎呦，对手在摇手，我的天哪！观众朋友们，对方的森巴被打成这副造型了，还这么猖獗啊！不愧是美国人。我们都知道啊，有美国人，尤其是美国黑人选手都挺猖獗啊，喜欢挑衅对手。那今天真是让我见识到了。那前2回合被保银仓打的这个如此的狼狈，竟然还敢挑衅啊！示意保银仓的重拳不行。真是奇怪啊！第1回合被打翻3次。虽然说保银仓他的重拳的威力还是很足的，但是没有想到今天这个眼前的森巴这小子如此的抗揍。但是再抗揍，观众朋友们，那只有挨揍的份儿啊！尤其你看这一拳啊，只是一个前手的点刺啊，差点把他打翻了。好，没有错，比赛进入到第3回合了。保银仓一上来呢，还是在找机会和对手去拼拳，还是要小心呢。对方的这个森巴开始上状态了。哎呦，对手果然是上状态了，闪躲的速度很快。虽然说这个时候保银仓的速度上来看是有所下降了，但是他的重拳还在。现在保银仓出拳落空的机会也比较大，双方动作速率都感觉变慢了。森巴库利巴里，好，双方还是在拼拳，可以看出保银仓是不想放过任何一个啊，在今天能够 KO 对手的一个机会。因为这个我们赛前的武僧一爆呢是一龙的亲师弟，而保银仓和一龙呢还有点关系啊，好朋友，所以说呢今天也是算给自己好朋友的师弟啊复仇。好，最后的1分钟。哎呦，对手想摔，但是保银仓非常稳。可以看出保银仓的这个下盘啊，还有他的摔跤功底还是不错的。这个小伙子才，哎呦，这拳打晃了，有没有机会去 KO 森巴？觉得保银仓这场比赛啊，出拳的命中率还是稍微低了一点。对手很狡猾，抱住保银仓的大腿不撒手。这时候保银仓也是没有力气了啊！最后的半分钟，打中，很可惜。好，又是一记重拳。森巴库利巴里这场比赛是无数次的站起来。好，比赛最后仅剩10秒钟的时间。哎呦，这一下把对方的森巴呀，哎呦，这个对方多亏这个屁股比较肥啊，被打坐地上之后呢，还弹了起来。我们之前说了，说对方森巴的屁股大啊，果然还是有用的。好，那最终这场比赛3回合的大战已经结束了。
并没有分出一个胜负。但是呢，最终我们观众的眼睛呢，我相信啊都是雪亮的啊，这很明显。对方的森巴呀被揍得挺惨。前2回合点数上是毋庸置疑的，第3回合呢，我认为2次击倒啊，那保音仓还是有着绝对性的优势。这场比赛如果不出意外，那肯定是没意外了。好，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场比赛最终的一个判罚，谁斩获了比赛的胜利？好，各位观众，下面我来宣布一下本场比赛的最终的打分情况。After 3 rounds, we got the judges' scorecard. All judges score this contest for the winner. 30-27. 最后获胜的是红奖选手保音仓，掌声送给他。好，这场比赛保音仓呢也是无可争议的拿下了今天比赛最终的胜利，打得很精彩。那同时也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复仇大战强强对决，中国斩获胜利。咱们下期视频再见。这个石虎没打出力量，那可见的后前摆后摆，伊琳娜目前后之拳太差了。拥有35个冠军头衔的俄罗斯小妞，2分钟不到就被中国姑娘打得狼狈逃窜，最后被打到鼻血横飞，实在太惨。本局比赛，中国姑娘是来自于郑州市的李明蕊，绰号是奇迹女孩的她，在武林风的擂台当中呢是13战13胜啊，横扫各大来中国撒野的老外，并且呢是获得了武林风56公斤量级的世界金腰带。那今天李明蕊的对手来头也不简单啊，来自于俄罗斯的伊丽娜啊，那这名选手的实力很强悍，是世界泰拳锦标赛的冠军。而且本局比赛在身高臂展上来说呀，还是要比李明蕊呢有很大的优势，这也导致赛前有很多人是并不看好李明蕊啊。但是李明蕊呢现在是13连胜的一个战绩，所以说手感很火热。自怕比赛已经开始了啊，对方有这个传统功夫的这个底子。对，我们看一看他的身体条件特别突出啊，他曾经在中国拿过35次的套路冠军了，是非常的强。但是李明蕊也不是白给的。对，哎，原来这场比赛是特别拼哈。是。最近其实李明蕊的状态很好的，对，很好。是。这个拳打得不错。双方我们从最直观的看，这个双方这个身高有这个10公分的。哎呦，这个转身边拳非常漂亮啊！比赛开始还不到1分钟的时间，李明蕊的一个转身边拳啊，把这个35个冠军头衔的伊丽娜是直接轮倒了。果然啊，这拳怕少壮。好，比赛继续。我们功夫女王来了强壮，这个转身边拳太漂亮了，但启动速度要比对方快很多。是再来一次，对方已经防住了。那其实说好的，前摆拳命中了，后拳命中了，连续的后折，糟糕，状况不好。李明蕊本局比赛可谓是来势汹汹，在短短不到半回合的时间啊，连续2次击倒了对方的这个俄罗斯冠军伊丽娜。可以看出这个李明蕊的实力啊，果然够强悍。丢掉了，这一次呢，竟然能够被李明蕊给2次强毒。是，李明蕊抓住机会，看看能不能第1回合结束比赛。是有可能。后之拳命中了，没打出力量。那可见的后之前摆，后摆，伊琳娜目前后之拳太差了。啊，这空有身体素质，但是呢，哎呀，糟糕，但是拳法的空档比较大。是，李明蕊抓住机会，又是命中了。糟糕，好的，好，晃悠了对方。李明蕊抓住了对方吃后摆拳的这种空档，是连续的。李明蕊真的是大出我们意料之外，一开始表现就做短身了。像赛前这个方面有问我，就对方爆发力怎么样？我觉得这个爆发力，其实我以为他有力量，但是爆发力不是练套路的，应该爆发力很好，而且柔韧也很好。哎，有点晃，有点晃悠了，站不住了，机会，再一次，应该 TKO，只要再命中1拳就结束，即可结束比赛。是。本局比赛李明蕊一上来的话就是奔着去 KO 对方伊丽娜去的啊，所以说本局比赛上来是不断的拼拳啊，这导致裁判第2次10秒。来看下对方伊丽娜的状态啊，还行不行？糟糕，还有10秒，不然的话就要拖到第2局了。是。哎，好的，没有命中对方的下巴。
其实刚开始上来，我看到对方的这种肌肉的类型，是我以为很难打，想说很难打，是对。其实肌肉练得太大了，其实影响了爆发力和速度。我刚才也有跟龚艳丽讲了，其实这个伊丽娜的她的胜率不是那么的高，因为她的一个力量跟技巧都没有好好的发挥出来。那李明蕊最近的2战的进步非常的大，是像他战胜了捷克的一姐马克萨巴，还有战胜了罗根的师妹基贝尔。好，没有错，比赛来到了第2回合啊。那对方的伊丽娜呢，在第1回合可以说是捡回了一条小命啊，在李明蕊的重拳之下啊，被打的是2次啊，进行读秒。那么比赛来到第2回合，看一下李明蕊能否继续自己的第1回合的火热状态。一上来可以看到，又是来势汹汹。放到重点上，对，有时候不是教练教的不好，可能是他教的方式不适合你。对，好，我们再看看李明蕊继续这样的进攻的势头，是，而且拳又准，是啊，对方又晃悠了。那李明蕊难能可贵的是，他并没有被对方吓到。是，有时候我们一看到对方好壮，可能会吓一跳，就心里会有压力。对，而且是以小打大。这个李明蕊这个拳，果然是这个河南省的拳击冠军啊，真的是名副其实的冠军。对，比赛拖到第2局，然后如果想以 KO 方式结束比赛的话，可能还要2次读秒。对，目前这个身为河南拳击冠军李明蕊已经开始在自由搏击擂台找到他自己的风格。是。其实他给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就是特别拼。对。从头拼到尾，而且这几场比赛开始了，这个有进有退，是，对，开始头脑非常清晰了。好，李明蕊现在其实可以打得再从容一点，因为在第1局当中拿了2次读8，是，比分应该是没有问题了，没有问题，完全没问题。现在就要抓住2次读8，第1次扣2分，第2次扣1分，所以第1回合就是10比7，是。所以李明蕊其实不要慌，又是个转身边拳啊！那比赛第2回合，李明蕊啊还是在继续第1回合自己的这个战术。对，其实过去李明蕊的转身后摆拳命中率没有那么的高，但是今天开始就中了。哎，好的后摆拳又有前摆拳，对了，后摆拳，哇，这个拳法变化相当的多。所以对方不知道他要打哪里。是，对方其实报价并不是特别严谨，而且在晃了，那么现在在晃了。好像一直在晃，对，这脚尖都翘起来了，对，一直没有恢复过来。对，我觉得这个都是训练方式不对，空有这个身体素质。啊，他教练你说没技术吗？也有，他教练是1980年代的世界冠军啊，身体素质真棒。是。虽然说李明蕊的身高臂展呢并没有那么大的优势，但是他的拳头啊可真是够重的啊。这个我们的伊丽娜她也后肩命中了 ，MMA 其实打得也不错，前摆拳。后姿挂前摆是加后摆，哎，李明蕊找到了这个进攻的感觉了。今天 Irina 她都没有用她的腿，其实她转身后摆是相当强的，在打 Gloria 差点击倒对手。其实她的拳法是她的特点，因为她有拳击的功底。我刚刚说是南方选手都没有用腿，光跟对方拼拳，是他拳没有李明蕊好啊。好，最后呢？好的，比赛第2回合打完，那这局比赛李明蕊的表现真的是非常出色了啊！把对方的这个35个冠军头衔的俄罗斯小妞呢，打的是完有任何还手的余地。2回合6分钟的时间，可以看到李明蕊的拳头啊是又快又准又稳又狠呐，稳准狠3个字足以形容本局比赛李明蕊的表现。我们不得不感叹这个南方选手他的意志力真的很顽强，是，还是身体素质很棒，就是我抗击打能力很强。像他去打 MMA 也对到一个全球最强的巴西柔术的女子黑带，也被降服了。光有力气没有用，对，还要有技巧。是。
OK， 选手票。你不用打也会往里走。来力，最后一回合了。哎，坐在好，比赛来到第3回合，也很明显发现李明蕊的状态还是很不错。一上来，李明蕊又是连续的轮摆开路。因为其实李明蕊也有小董艳丽的影子，是都是以小打大的。对，吸上头，但是差了一点。其实身高并不占优势，但是呢，有自己的一套打法。后置前摆往里压迫。对，这个脚不要受伤了，稍微滑了一下。好，我们看到对方的这个眼角也是受伤了，这个打法太笨了，真的是。现在已经是李明蕊的时间了，是，对，现在蓝方选手只能游走，但是呢，他也没有躲掉对方拳的能力，转身做了一次，为时已晚了。对，这个时候体能下降到这个技术动作可能并不是这么完整了。对，不然其实这个蓝方选手的转身后摆踢啊是很重的。是。要注意一下，开始用腿法了哦。再来一次啊！这时候动作都不对了，已经身体肌肉都已经。其实蓝方选手他有这个套路的这个基础，对，可以做一做这个。现在已经做不出来了，做不出来了，太累了，太累了。就是在使用他的力量方面呢，就是没有效率。是，那协调度也都不见了，甚至他不应该有那么差的一个协调性了。我以为他的协调性会很好。对。就太紧绷了，可能他在做这些翻滚的时候是没问题，但是打拳遇到李明蕊，把他打了几下之后，但是太紧绷了，可能打懵了。对。因为一般来说，以他这种身体素质对上这个李明蕊的身高，这种选手他应该很有自信，应该是有自信，然后用力量去压制对方，是，结果都没使出来，去吃掉对方。对。比赛打到这里，对方的伊丽娜呢也是试图开始反击，她自己也很清楚，如果再继续这样下去的话，本局比赛她是必输无疑。看来李明蕊其实也累了，是想要在第4局 KO 对方获胜，可能也很困难。我们再可以观察一下这个蓝方选手他的后直，他的后直其实把手臂伸出去而已，肩膀跟这个腰的力量都没有进去。这个我们看到一般真的是女子选手很少见，然后对方这个肌肉这个线条特别漂亮，是，而且有腹肌哦。对，但是呢，他这么强壮，也没有比较好的抗击打能力。好的。好，没有错，本局比赛哨声吹响，3回合打完啊，双方2名女将呢都是战斗到了最后，但是李明蕊的表现呢是要更加出色，而且很明显啊，这个优势已经是非常的大了。那反观对方的俄罗斯小妞，35个冠军头衔的伊丽娜呢啊，反而是被打得非常惨，尤其是在1回合被李明蕊呢连续击倒2次。现在宣布比赛结果：1号裁判30比25，2号裁判30比25，3号裁判30比25。比赛结果，红方胜。好的，本局比赛，李明蕊呢也是强势的战胜了对方35个冠军头衔的俄罗斯小妞伊丽娜，完成了本局比赛的胜利啊，打得很精彩啊，也是一场很经典以小博大所胜利的一场战斗。让我们再次恭喜李明蕊。好了，咱们下期视频再见。